这个女人想要更衣沐浴，突然看到窗帘还没拉上，差点就被坏人看到了，还好自己及时拉上了。不对，对面好像有人在偷窥自己。游子半信半疑地拉开窗帘，果真，对面的男人正在偷窥她，这可给游子吓坏了。这是被坏人给盯上了吗？转眼到了第二天，游子想再次确认一下，昨天会不会是自己看错了，于是鼓起勇气拉开窗帘。结果那只可怕的眼睛又在盯着他，游子瞬间被吓懵了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难道自己真的是被盯上了吗？于是他赶忙拿起电话打给家人，结果电话那头只有语音留言的回复。这下游子彻底慌了，这个男人究竟想要干什么？自己才搬来1周，为什么就会被盯上？游子被吓得蹲在墙角抱头哭泣。俗话说，不怕贼多，就怕贼惦记，这该如何是好呢？就这样又在惊恐中度过了一晚。转眼到了第3天的晚上，游子喝了一口水压惊，然后鼓起勇气径直走向床边，一把拉开窗帘。不出所料，男人依旧在偷窥自己。这时游子知道自己不能坐以待毙了，于是拿起手机立马报警。过了半小时后，游子听到对面传来声音，于是走在窗户边拉开窗帘查看，那双可怕的眼睛依旧在盯着自己。奇怪的是，有东西晃来晃去，直到窗帘被拉开后，才明白原来是警察来了。而身后的一幕让游子大吃一惊，原来那个男人早已上吊自尽了。游子被吓得瘫坐在床上，下一秒，注意看，这个男人正吃着饭，突然听到隔壁传来流水声，然后赶紧关了电视，咽了咽口水，来到卫生间，坐在马桶上闭着眼睛冥想，认真的听着隔壁传来的声音，仿佛自己已经身临其境。要说这夏田也是个乐于分享的人，有这好事必须得和二哥同乐。夏田是个非常讲究的人，每天出门都是按时按点。听着隔壁传来的出门声，他立马打开门，露出半个脑袋，然后猥琐地盯着隔壁女孩。看着女孩傲娇的身材，夏田的哈喇子都快流出来了。直到目送她远去，夏田才肯出门。到了晚上就更不用多说了，那就是他和二哥最快乐的时光。转眼到了第2天，夏田依旧按时按点的偷看。这时女孩的伞掉在了地上，他俯下身去捡。夏田看到有这好事，连忙推开门准备好好欣赏，可不幸被起身的女孩发现了，这下可尴尬了。女孩没有理会他，直接气吁吁的离开。很快到了晚上，夏田发现隔壁屋不仅没人，而且窗户还没上锁，于是决定去帮个忙。来到窗外，一只大号眼罩映入眼帘，夏田索性好人做到底，进屋准备给邻居收收衣服，才走了2步就有些累了，一把掀起被子躺了下去。不过这睡姿属实有些让人捉摸不透，才刚躺下就进入了深度睡眠，听这声音就知道有多香了。这时楼道里突然传来高跟鞋的声音，夏田赶忙整理好被子，然后一个俯身钻到床底，果真是邻居回来了。但女孩似乎有些不太高兴，一边脱衣服一边骂着：毎日気持ち悪い。あいつ、あの野郎，もう我慢できない。说着，女孩就从橱柜里拿个东西出门了。这时屋外传来门铃声，这不是他家的门铃吗？他去我家干啥了？难道是要给我做菜吗？正当夏田要出去的时候，女孩回来了。原来她手里拿的是一把水果刀，看来她是要手刃夏田这个偷窥狂。看到这一幕，谁能不害怕？可是此时已经没有退路了。いねえよ。いつもいんのに。いつも見てんの。あの野郎！ぶっ飛ばしてやる！死ね！死ねよ！床下的爱田被吓得是大气不敢出，可偏偏就在这时，手机震动还响了。你说这不是要命了吗？夏田用尽全力将手机摁住，女孩应该没有听到吧？这时夏田感觉身后一阵凉意，然后慢慢转过头去。你们猜夏田最后是啥下场？寝てる。何が？这下女孩惨了，故事还要从几天前说起。这个女孩刚刚下班回家，正想坐在床上舒服一下，突然看到厕所门是开着的，没多想就去把门关上。可刚走出几步就察觉有些异样，于是又打开卫生间的门。为什么马桶盖是翻起来的？自己平时都是放下来使用的，难道是有人用过吗？春子立刻察觉了不对，然后警觉地环顾四周，看看有没有别的异样。看了一圈，家里依旧干净整洁，不像是有人来过的样子。转眼到了第2天，卫生间还是被用过的样子。这下春子感觉到了危险，于是打电话给闺蜜，将这件诡异的事说给了闺蜜。她自己住有些害怕，于是就把闺蜜叫了过来。第2天早晨醒来就发生了开头的一幕。春子发现自己的牙刷沾上了水，可她明明还没有刷牙。闺蜜提醒她是不是碰到什么才沾湿了。春子摇了摇头。じゃあ誰が？这句话瞬间将春子吓到，湿漉漉的牙刷掉在了地上。为了验证房间内是否有人，春子在卧室装上了监控。很快到了晚上，春子下班回家，
看了一下四周，还是很整洁，不像是有人来过的样子。春子终于露出一丝轻松的表情，这时他想起了摄像头，于是在电脑上开始查看录像，看了很长一段监控内容，并没有发现异样。就在他以为是自己多想时，突然一个人影出现在录像中，春子瞬间被吓懵了，看到那个变态还拿着自己的眼罩疯狂把玩。这时突然听到外别传来开门声，变态立马藏进衣柜里。接着就是春子回到家的视频，他立刻吓傻了，他知道此时那个人就藏在衣柜里。几分钟后，春子发出了一份求助邮件，看看信的内容，再看看春子的脸庞，那个男人的下场你们应该猜到了吧？